近日，央视军事的一段视频直接把国内军迷看嗨了。中国国产阿特拉斯无人机蜂群作战系统首次全流程亮相，从侦察、识别、发射到组网、打击，一套操作行云流水。要小编说，这哪里是武器展示，分明是给未来战争写好了新剧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小编先给大家介绍这套系统最震撼也是最离谱的一点，一人操控96架无人机。可能有人没概念，小编给大家对比一下。以前打仗，一个无人机操作手最多操控1至2架，眼睛瞪得像铜铃，手忙脚乱，生怕出错。现在倒好，一名技术人员坐在指挥车里，喝着水，动动手指，就像放风筝一样，一根无形的线牵着近100只钢铁蜂群，轻松拿捏战场。这可不是简单的数量堆砌，而是真正的一人成军。要知道，过去需要一个连甚至一个营才能完成的侦察、干扰、打击任务，现在一个班一个小组就搞定了。而且这96架无人机各有分工，大小不一，有负责探路的侦察机，有专门压制敌方雷达的干扰机，还有负责最后一击的攻击机，高低搭配，功能互补，相当于一个操作手瞬间拥有了一个100人规模的合成化空军中队。再看第二个狠活，窒息式的攻击节奏，3秒一发。画面里的蜂群2号陆战车发射速度快到离谱，3秒钟就能发射1架无人机。也就是说，要是在战场上遇上它，你还没从第一波打击中缓过神，几十秒内头顶就会黑压压布满无人机，连逃跑的时间都没有。更觉得不是快，是灵活。这96架无人机的发射顺序、种类能根据战场需求实时调整，完全不用死记硬背流程。需要先摸清敌情，就先射侦察无人机；需要压制敌方火力，就先射干扰无人机，再补攻击无人机。这种菜单式打击让对手根本摸不着规律，只能被动挨打。而这次最核心的突破是给每架无人机都装了智慧大脑。以前大家都担心无人机蜂群飞着飞着就撞在一起，或者被电磁干扰就全乱套，可阿特拉斯系统用集群控制算法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这些无人机不再是单纯听指令的机器，而是能互相交流、共享信息的战斗个体。高速飞行中能自主规避气流、调整位置，近100架无人机组成整齐编队，全靠算法精准控制。就算有部分无人机被击落失联，剩下的也能立刻群聊，重新分配任务，自动补位，绝不会群龙无首。这一点美国至今都没完全突破。有人疑惑这套国产系统为什么叫阿特拉斯这个外国名字，其实答案很简单，这玩意儿不只是中国自己用，还准备进军海外市场，成为中国无人机的下一张世界名片。反观美国，喊了好几年的无人机蜂群计划，要么停留在实验室，要么就是展示时掉链子，连单架无人机的稳定性都没搞定，更别说一人操控96架，全流程实战了。我们再对比一下俄乌美伊战场上的主流无人机，就知道阿特拉斯有多能打了。美军的卢卡斯巡飞弹本质是伊朗无人机的仿制版，提前输好坐标就不管了，航线固定容易被拦截，还打不了移动目标，精准度差得离谱。而俄乌战场上的 FPV 无人机虽然灵活，却需要一人操控1架，因此俄乌双方不得不组建数万人的无人机部队，费时又费力。阿特拉斯系统就不一样了，一套系统由2架发射车、1辆指挥车、1辆后勤保障车组成。2架发射车各装48架无人机，一次性就能发射96架。指挥车只需要1名操作员，靠 AI 大模型替代大部分工作。无人机能自主飞行、自主追踪目标，就算没有卫星、雷达通讯，靠自身摄像头和小型雷达导引头，在强电磁干扰下也能锁定目标，完成打击。更打脸美国的是，中国只用了1年多时间就实现了从概念到实战的跨越。2024年珠海航展，这套系统还只能单辆车装48架无人机，现在不仅数量翻倍，还跑通了全流程，已经进入战术列装阶段。而美国花了好几年，投入上百亿美金，所谓的无人机蜂群至今还停留在 PPT 作战阶段，连一次完整的全流程展示都没完成。最关键的是，中国解决了成本
和效能的难题。美国用几十万美元一枚的拦截弹去打几千块人民币一架的无人机，越拦越亏。而中国的阿特拉斯系统用低成本可消耗的无人机集群，让对手陷入防不住、拦不起的尴尬。这种性价比直接改写了不对称战争的规则。有了最强的矛，自然也有最强的盾。中国既然能造出阿特拉斯这种无解的无人机蜂群，反无人机技术自然也不会落后，甚至可以说已经碾压全球，让任何来犯的无人机都成了送上门的活靶子。根据英国权威机构统计，2024年3月到2025年3月，全球共提交126项反无人机技术专利，其中中国有82项，美国只有22项，中国的专利数量整整是美国的4倍。其实吧，小编觉得中国反无人机技术领先一点都不意外，毕竟没人比造无人机的人更了解无人机的弱点。中国在无人机领域的优势本身就是全球顶尖的，商用领域大疆一家就占了全球70%市场份额，几乎垄断了消费级无人机市场。军用领域，从单兵微型无人机到大型隐身无人机，中国实现了全体系覆盖，飞控芯片、动力系统等核心部件供应链100%国产化，压根不怕西方卡脖子。就拿无人机集群控制技术来说，2026年央视春晚合肥分会场，亿航智能完成了22580架无人机同时升空表演，创下世界纪录。要知道，2万多架无人机的同时飞行，每时每刻都会产生100万级的数据量，而中国只用1台电脑就能轻松操控，这种技术全球独一份，美国至今都没掌握。公开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的反无人机体系主要有3大杀招。第一个杀招，反无弹炮系统，比如93大阅兵上亮相的反无人机战车，配备6管转管炮，侧面还搭配4具防空导弹发射器，不走高架路线，而是用价格低廉的速射炮弹药，形成精准弹幕，轻松化解无人机攻势，不用浪费昂贵的防空导弹，就能高效拦截低空低速无人机，性价比直接拉满。第二个杀招，高能激光武器堪称无人机的克星，发射即摧毁，而且成本极低。最典型的就是出口沙特的天盾激光反无人机系统。2026年5月，沙特公开宣布，用这套系统在实战中拦截了21架来袭的自杀式无人机，实现21发21中，拦截率100%，没有一次失手。要知道，当时来袭的无人机可携带50到100公斤高爆战斗部，威胁极大，而天盾系统靠智能相控阵雷达和红外光电系统构建360度探测网，能够快速锁定目标，量子级激光器精准打击，从发现到拦截耗时极短，成功保住了沙特的军用阵地。事后，沙特防空军少将哈里德专门给中国电科团队授予了卓越防御贡献勋章，这就是对中国技术的最好认可。更关键的是，这套系统单次拦截成本只有几美元，比美国动辄几十万美元的拦截弹划算太多了。第三个杀招，微波武器，专门应对大规模无人机蜂群，堪称以柔克刚。这种武器不用直接摧毁无人机，而是通过高功率微波破坏无人机内部的电路，让其瞬间失控坠落，而且使用成本低到离谱。比如四川081集团推出的高功率微波防护系统，单次使用成本最低只要几块钱，哪怕对方用的是2万美元一架的无人机，在中国几块钱一次的打击成本面前，也变得一文不值。反观美国，反无人机技术一直陷入两难。在美伊这次的冲突中，美国拦截无人机要么用昂贵的防空导弹，拦截成本太高，拦不起；要么用普通速射炮，精准度不够，防不住。而且美国的反无人机专利数量少，技术体系不完善，很多核心部件还要依赖进口，根本做不到像中国这样形成攻防一体的完整体系。更值得骄傲的是，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反无人机技术，中国的核心技术全是自主研发，供应链不被别人卡脖子，这就是中国的底气。现在全球都在搞无人机作战，美国费尽心思追赶，却始终跟不上中国的节奏，一边羡慕中国的无人机蜂群，一边又搞不出像样的反无人机系统，这种差距只会越来越大。中国用实打实的数据和技术证明了中国军工的实力，不用靠吹嘘，不用靠炒作，每次亮相都能惊艳世界，这就是中国国防的硬实力。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